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3日。德国有个交通灯政府，即由红、绿、黄三个颜色代表的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些德国政府呢，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执政特别的烂，因为这些政客们简直是弱智到了极点，不学无术，而且紧跟着美国拜登政府出卖德国利益，弄得民不聊生。德国经济呢一落千丈，德国也被贻笑大方。去年11月，因为援助乌克兰的问题，这三个政党意见不统一，所以呢，最后执政党之一的德国自民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这样就只剩下红和绿两个政党，他们就变成了少数政府，基本上就成了跛脚鸭。于是呢，在去年12月，德国国会对现任德国政府呢进行了一次信任投票，结果呢没有通过。于是按照德国宪法，这届德国政府就基本上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德国总统宣布提前举行大选，而现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他为了练权，想执政时间再长一点，但是来自德国各界，特别是媒体还有其他党派的政客、政治人物，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所以最后呢，德国现任总理他妥协了，同意把德国大选从原来计划的今年9月份提前到今年2月23日，也就是今天。到做本期节目时，投票仍然在进行当中，不过从最后一次民调来看，我们看这个图，第一大党为较为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有一个只存在于巴伐利亚州的地方政党叫基督教社会联盟。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政党，但是在德国国会他们算一个党，所以叫联盟党。根据最新一次民调，他们的支持率大概在28%左右。第二大党为被其他所有党派所排斥的一个政党，而且被德国媒体、被主流媒体呢扣帽子为极右翼的一个政党，叫德国选择党，它的支持率大概在21%左右。然后呢是德国社民党，还有德国绿党等等其他的党派了啊。根据德国宪法，只有得票率至少达到5%的政党才能进入德国国会，才有资格参与组阁。也就是说，才有资格参与德国政府的执政团队。这个5%是个硬性的规定啊，是个硬性的门槛。从本次民调看，我们可以看图啊，至少有5个党派，它的票数可能超过5%。其实啊，真正参选的党派在德国有好几十个，可以说是党派林立。现在欧洲大陆选举制啊，导致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碎片化越来越严重。这表明啊，这个社会越来越撕裂。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三观越来越难统一，这个国家的向心力那就越来越弱，对不对？参与执政的党派越来越多，那么为了党派呀，还有为了那些政客个人的利益啊，扯皮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导致了他们的执政效率越来越低，而且各党派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总之啊，这是我在德国30年用我的肉眼能够观察到的现象，那就是30年前至多，大家注意是至多2个党就可以联合执政了，甚至呢，在有些年份有一个党可以单独执政。在德国，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概率在州一层的政府层面更多一些，在联邦政府层面少一些，但是有可能啊。也就是说，在过去我观察到的，我刚去德国30年前啊，可能一个党最多2个党就可以执政了，但是呢，大概是12年前吧开始，至少要3个党联合组阁，他们的席位在德国国会才会过半。因为你的席位过半，你投票的时候，你的执政的方针或者是你什么法案才能通过。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德国的政党越来越小型化。10多年前开始，至少3个政党才能够联合执政，而现在看来，可能以后要4个政党，也许5个政党才能够组阁成功，才能执政。而且很多是各怀鬼胎的，就像一场婚姻是同床异梦的，这样组成的这种婚姻，这样组成的政府，它有多稳定，它的效率有多高，还是互相扯皮，对吧？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低效的，也是呢近几年我认为啊，德国经济低迷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唯一原因，但绝对是主要原因之一。比如说有2到3年，德国的经济其实是衰退的，也就是德国自己说的所谓的负成长。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中国。虽然德国媒体呢一再抹黑，还有德国政客当然了啊，妖魔化中国的制度以及中国执政党，但是由于这些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迅速崛起，给德国造成了
很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德国它也是跟中国有很多产业呢，现在越来越接近，所以呢，中国这产业高端化之后，就对德国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也让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我称为选举制，就是对自己民主制度的信心越来越动摇了。虽然还不至于信心崩溃啊，但是他们的信心确实开始动摇了。过去特别是这3-4年，我观察特别明显，就是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开始思考了，到底我们的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要比如说中国制度更好？以前我相信呢，几乎没有人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还非常的弱小，很穷，对德国来说更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竞争压力，所以那时德国是高高在上的，不像现在啊。这种信心崩溃很明显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在他们工作生活当中与中国有交集的人，比如说由于工作原因，可能呢他们跟中国有很多的商业往来，甚至呢去中国出差过，可能去过中国的次数不止一次。还有呢，像我这样，我自己朋友圈呢有德国人，也就是他们的朋友圈当中有中国人有华人，通过像我们不断给他们吹吹风啊，做他们思想工作，甚至呢，有的德国人因为我们的影响，他们去过中国，然后呢，这些人由于工作当中去过中国的，或者由于私人原因去过中国度假啊，或者是旅游的，他们看到的中国和他们自己国家本国啊媒体宣传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他们这些人肯定会进行思考，然后这些人他们首先信心开始动摇，他会给他们身边的亲戚啊朋友也会说他们看到中国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像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对这种德国本身这种所谓民主制度信心动摇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加上呢，特别是这届德国政府特别弱智，对吧？我们也知道。所以他们看到自己的360度外长是这样的人之后，而且是我们自己通过选票选出来的，这样的话他们会进行反思，真的不得不反思啊。然后看到中国在各方面形成了对德国的压力，甚至呢形成了对美国的压力。美国可是世界上的地大国，也是德国的爸爸呀，对吧？你看中国甚至在很多方面就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他们的爸爸美国了，你说他们对自己国家对自己这个制度这个信心是不是开始动摇了呢？所以这一点呢是真正的在海外长期生活的人真正能够观察到的现象，至少在德国我是观察到了，而且这样的德国人越来越多。我说既然你们认为中国制度那么不堪，那为什么中国从发展的速度来说，从追赶你们的速度来说，还有在各个产业来说，能够赶上超过你们的这个产业越来越多，给你们德国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既然中国制度那么腐朽那么不堪，应该中国发展不起来才对啊。既然你们制度那么强大那么好，那你们怎么还害怕中国那个更腐朽的制度呢？我一问他们，又加上他们看到德国自己现在发生的情况啊，还有加上看到中国现在产业对德国的那个竞争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些人像我前面说的，对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信心开始动摇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而同时呢，肯定中国制度的人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又是金砖国家当中的可以说是领头羊，对吧？金砖国家其实很多德国人也知道，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南方国家联盟，所以他们也害怕。又加上前面说的本届德国政府那么烂，对吧？执政真的很烂。然后呢，这届德国政府或者说他们的政客，他们的那个素质又那么差。你看德国外长啊，360度，对吧？还说什么这个国家离德国是10万公里之外的一个国家，像这种基本的常识都没有的人，令人贻笑大方。又加上德国这个经济部长，他可是一位他自诩为儿童作家，其实他没有任何执政的经济方面的经验。这样一位当德国的经济部长，然后呢零外交经验的当德国外交部长，所以这届德国政府真的让德国人感到非常的难堪。德国人说啊，这是德国的耻辱。不过他们也是自己打脸自己啊，因为这届德国政府是他们自己用选票选出来的，不是这个德国政府从空气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自己说这个德国外交部长是德国耻辱，那是不是德国自己选民自打脸呢？其实我说啊，
这些德国政府那么烂，只是德国衰落的开始，未来的德国可能更差。因为这样的选举制，必然导致了政客的执政水平越来越低，政客的个人素质也越来越低，而且这个选举制会导致越来越民粹。这样的政治制度难出政治家，因为政治家会得罪人呢，而选民一般都是短视的，是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对吧？政治家他是有长远的眼光，为一个国家利益着想的，敢大的阔斧对本国的问题进行改革的那种人才叫政治家。而目前像西方国家的，其实都是些政客，目光短浅，只看到自己最多4年的利益。前面提到这位德国外长360度，他就有很多雷人的言语。360度当时就说，如果普京的态度转变360度就怎么样，这是与这个俄乌危机有关的啊。或者他也说了，而且大言不惭，他当德国外交部长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零外交经验。还有前面提到德国经济部长，他自诩为儿童童话作家，其实他没有出过任何一本儿童童话专辑，都是些业余的作品，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拿得出手的，在经济方面。所谓儿童作家，当第3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部长，而且大家回忆一下，他当德国的经济部长3年多，没有去过一次中国。中国对德国是什么？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保持了10多年，直到最近2年才被美国超过。而对美国超过呢，德国媒体啊，甚至呢拍手称快。为什么呢？因为终于超过那个独裁的中国了，有一个民主，而且是德国的爸爸，当德国的第1大贸易伙伴了，所以德国人呢非常的高潮。其实他们媒体呢不敢说美国，比如说出口给德国的是什么东西，只要注意看就知道。特别是俄乌危机以来，德国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能源，我们也知道对吧？就是某国他炸毁了北溪这个输气管之后，那德国他因为特别积极配合这个美国制裁俄罗斯能源啊，不要俄罗斯的石油，不要俄罗斯的天然气。德国是一个能源缺乏的特别缺乏的国家，怎么办？那就听从了美国爸爸的指挥，然后呢花数倍，甚至法国总统马克龙都说啊，德国人花4、5倍的价格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这是德国人干出的事情，你说德国政客是不是脑残呢？一个是俄罗斯便宜的能源，德国坚决不要，花数倍的价格从美国进口。另外呢，当时中国是德国第1大贸易伙伴，特别是对德国的汽车工业来说，中国啊妥妥的是德国最大的这个汽车市场。这些德国政府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特别是绿党啊，完全是以意识形态来治国，与中国要脱钩，因为要呼应美国爸爸的那个号召吧。于是呢，他们的政策，特别是绿党的政策，特别的反中。你看德国外交部长，他虽然去过中国2次访问，第1次访问的时候好像去中国干架一样，对吧？讲一些没有任何外交技巧的话，就是咄咄逼人，去中国当教师爷，得罪了中国。甚至在德国的时候，他还说中国某位领导人是独裁者。我们知道啊，一个外交部长或者一个外交人物啊，他说话应该圆滑，对吧？能够把2国的关系把它拉近，然后呢，让2国的经济呢也得到好处。但是这位德国360度外长好像就是跟中国对着干一样，因为他是出于意识形态嘛，跟中国对着干就说明他很勇敢。然后呢，他就在国内可以得到更多他那个党的选民的选票，可能这是他的认知吧。那对2国的关系有没有注意？可能他没有考虑那么远，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这种眼光，因为他外交零经验啊。然后呢，德国经济部长3年多了，没有去过中国1次，虽然中国是德国第1大贸易伙伴。所以说你看，一个国家便宜的能源没有了，又与他的第1大贸易伙伴把他关系搞僵了。特别是汽车工业呢，是德国的立国的产业吧，失去了中国这个市场，那你德国的汽车工业那无异于自杀啊，对吧？对德国经济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啊。像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带领德国撞南墙，而这样的政府真的是由德国选民选出来的。
在此呢，我非常肯定的说，因为各个政党现在都排除与德国所谓的极右政党德国选择党的执政可能性。虽然现在也就是今天德国举行大选，但是我敢99.9%肯定的说，下届德国政府照样拉胯，或者几乎一样拉胯，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又加上你看特朗普现在上台了，对吧？一步步施压。特朗普是什么？他割中国韭菜割不了啊，他割金砖国家韭菜几乎也割不了啊，因为俄罗斯不鸟他，印度呢是墙头草，他也不会让你轻易的剪他的羊毛。这特朗普为了剪羊毛，那只能从他的盟友开始了下手啊，对吧？比如说我们看最开始就是对加拿大下手，对吧？然后是墨西哥，然后呢就是巴拿马，现在呢轮到乌克兰，然后就轮到欧盟了。那欧盟它的经济最强的国家是德国，德国那个是出口型的国家，必然会给德国产品增加很多的关税，那对德国的经济岂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呢，德国的经济接下来肯定不会好，只会更差。虽然乌克兰战争有可能通过特朗普现在很快就会结束，但是德国我认为啊，除了继续付钱之外，可能什么好处也捞不到。所以我说啊，那些德国人希望呢通过这次选举，通过新的选举可以改变德国命运，或者是让德国重新走上正轨，这样的人他们的希望恐怕又落空。另外呢，为了选举需要，或者说为了甩锅的需要，德国媒体还有德国政客经常把中国拉出来的啊，对中国进行批驳，因为这样既可以甩锅中国，又可以呢平下民愤，同时呢还可以增加自己政党或者是自己的选票，何乐而不为呢？比如说今天德国公共媒体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就又把中国拉出来。德国电视一台是德国政府拨款资助的公共媒体，其实呢就是拿钱办事的德国政府的喉舌。这些钱不是德国政府的啊，而是强加给每个在德国合法居住的公民的，不管你是德国人还是在德国的外国人，只要你在德国合法居住，你就不得不付这个叫广播电视费。它是每个月从你的账号强制扣出去的，每个月没记错的话是18.36欧元，每个在德国合法的公民都得交，除非你得到那个豁免，比如说你说你是学生，你家庭比较贫穷，你出示证件之后可能会得到减免。那么其他人像我们这种人，每个月交税的那种人就得不到那个减免，每个月都强迫你交，你不交也得交，甚至到了什么变态的地步呢？即使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我从到德国第一天起，从来没有买过电视，从来没有看过电视，从来没有听过德国的广播。对不起，只要你在德国居住工作，对不起呢，你每个月你不得不付这个费，就是强制的啊。在德国有自由吗？当然有啊，有交税的自由，而且德国是万万税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德国交税，大概啊，我们赚100块钱，大概是40%到45%的。都是交税交各种保险去了，最后拿到手的可能就是5%到6%左右，6%算高的了。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我们自己花钱为自己发福利。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是如何打压德国选择党，而让中国现在躺着也中枪的呢？2025年德国大选，强大的选择党为何对中国有利？如果选择党在德国议会选举中表现出色，将对中国有利，这将削弱下届德国政府和欧洲，从而正中北京的下怀。亲爱的中国朋友们，祝你们新年快乐！这是一个中国社交媒体账户发布的一段视频的中文字幕，视频中播放的是选择党党魁爱丽丝·韦德尔。然而，韦德尔说的德语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原始录音中没有提到中国或祝贺。假字幕显然是为了提高点击率。其他视频显示，韦德尔在一次该党的会议上发表了高谈阔论，并伴有戏剧性的音乐。德语真的是一门霸道的语言，一位中国网友笑着评论道：“崇拜专制领导人。”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目前，韦德尔在中国互联网，比如抖音等平台，以及中国互联网许多其他频道上吸引了大量关注。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韦德尔曾在中国生活过，
他撰写了关于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博士论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举止，他在部分中国互联网社区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至于他的政党被德国宪法保护局列为疑似右翼极端组织这事实则无关紧要。中国人不明白极右派意味着什么，他们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德国政治。在中国互联网上传播维德尔视频的卢大连解释说，这位中国人居住在德国，但他不愿用真名发言，甚至不愿谈及自己的政治倾向。特里尔大学研究中国社交媒体的史库普勒说，犀利的语言，鲜明的姿态，这一切都与中国许多人对专制领导人的崇拜不谋而合。对外来移民的怀疑态度在中国也很普遍。好的，我只是补充。被采访这位中国专家教授，我猜他的立场比较反华。在新冠疫情期间，德国不少主流媒体采访了他，说了很多关于中国负面的话，所以对此人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应该也是德国反华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所谓专家。这家智库以及几位职员是被中国政府制裁的，好像他也包括在内。具体呢，我不是特别清楚了。为何我说此人立场反华呢？从他经常被德国主流媒体邀请，而且大多是德国官媒发表关于中国的众多负面观点来看，此人绝对来者不善。因为中立或者亲华人物在西方根本就没有机会，只有负面的抹黑中国的立场才有市场，至少当下还是这样。在1994年到2001年期间，此人在上海复旦大学以及河南大学读过书，那是中国比较贫穷、混乱而且还不发达的时候，可能这段时间对他的中国观影响很大。2007年到2011年那4年，他任德国《时代报》驻京记者，也可能因为其反华立场，这些年没能前往中国，看不到现在真实的中国。也许后面有某些机构的资金运作，他得说主子想听的话，因为没有具体的信息，只能靠逻辑来推理。比如被马保国同志打掉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就资助了很多外国项目，当中肯定有一些反华的项目，所以呢，我们只能这么猜。好，咱们继续往下看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一个强大的选择党会使对北京的明确立场变得更加困难。据史库弗佛称，许多中国网民认为选择党的立场总体上更接近中国政府的立场，这包括批评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但选择党对欧洲机构的怀疑态度也是中国肯定不会觉得不好的地方，即使从官方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尤其是欧盟委员会，它正在对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被认为对中国非常强硬。一个强大的选择党可能会导致其他党派组成一个以妥协为导向的执政联盟，这可能会使对北京的国家和党领导层采取明确立场变得更加困难。德国曾多次批评中国不顾乌克兰战争，站在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方面，中国是一个好客户，因此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所需的资金。尽管中国没有正式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它确实出售可用于武器的部件。此外，与中国不同，德国政府对美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提出了批评。德国为什么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导角色呢？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维克多·高概述了共产党领导层对德国新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期待。这家智库是一个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组织，也是中国政府的国际喉舌之一。中德两国应加强经济合作，而不应该被地缘政治冲突所左右。在汽车行业也可以有更多的合作。中国最近已成为各个市场上更强有力的竞争者，尤其是在电动汽车方面。选择党赢得了高先生不少青睐，然而他并不想卷入德国的选举。欧洲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冲突线受到密切关注。欧洲和美国之间会出现裂痕吗？这是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头条新闻。中国领导层已经在向欧洲示好，高先生对此有明确的看法。如果中国做正确的事，而美国做错误的事，为什么德国不能也接受中国的领导角色呢？好，朋友们，接着我们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在 X 的官方账号上该报道的网友评论。
第一条评论：德国几乎不可能再弱了。继续往下，你们怎么报的我都无所谓，反正我明天投票给选择党。继续往下，因为维德尔很听中国的话。再往下看，为什么我们应该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下一则，德国电视一台的每日新闻栏目，你们真的又火力全开啊！害怕你们美丽的德国电视一台这个养老机构吗？继续往下，我们周围所有疯狂的独裁者都想要一个强大的选择党。再往下，朋友们，我们看这条评论得到了最多的点赞，多达1600多个。为什么不呢？中国希望合作，而这只有与明智的人才能实现。下一则，贸易伙伴们非常清楚，德国目前的政策正在把德国逼上绝路，只是大多数德国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继续往下，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叛徒，乐于将德国的利益出卖给中国和俄罗斯，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再往下，因为维德尔说普通话，而360度外长说的是些奇怪的东西。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你们经常犯错，从逻辑上讲，中国更希望绿党继续其破坏性工作，中国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德国人摧毁自己的工业和经济。好，朋友们，到此为止。发现 X 平台上的网友评论还是挺正常的。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你们对德国本次选举有什么期望？你们觉得通过这次选举会让德国走上正轨，或者让德国比目前这届政府更好吗？你们有什么看法呢？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见。